是不好的呗。第二个证据，第三个证据呢，就这个黄环的，我只是放了它这个环的比较有意思。你们还记得非典吗？非典期间，当时呢我在北京，然后阿阳在发掘，那我是考古队长啊，我应该到前线去吧。他说不行啊，你这个非典期间不能乱跑，所以我没去成。然后呢，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当时是，发掘完了以后，几年以后，我看这个东西，哎，我说这回是个玉料啊。后来我说拿出来看一下，我给大家看，看着这个人就是被商朝那个切割了一道，看到吗？被商朝人切的，而且翻过了它另一个面，它的颜色就这个颜色，最接近的颜色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商朝人的真正的原料资料就在这，那肯定是商朝人开采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可见商朝人就是开采了这种料，对商朝晚期的时候。所以你看他们对料的选择，好，有遗玉，古老的玉，拿来改，有现场开采的，而这种开采呢，大部分都用来做礼器了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石油器，大量用来做礼器很多。我待会跟大家看一件玉戈，就是这个料做的。好，他们选完料以后干嘛呢？选完料以后。开始设计，设计这个时候除了实用之外，这个时候假如是礼器，它就要添加人的思考了，人的那个思想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你看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这把刀是不是那种料？记得这个颜色吧？厚度，这就是用那种料做的。所以这件就是真正的商朝晚期做的。而且它的纹饰都是清一色的商朝晚期的纹饰。好，我为什么就说要做设计呢？你看啊，底下一把刀是江西新疆大研州商务出土的。然后那天跟董宇辉做直播，然后我就拿这个，我喜欢瞎跟人开玩笑嘛，我就拿这个出了道题给董宇辉，我说宇辉你看见没有这把刀？这本来是拿来砍人的，是吧？可是呢，这个刀背上有一排知了、长纹。哎，我说长纹呢是可以脱壳，可以获得新的生命。一方面一把刀把人脑袋砍了，终结人的生命；另一方面，他就做一排长，表示生命可以再生。我说你发感想吧。我就董宇辉这个接话接得很好，要不然他就弄了丈母娘是吧？他接得很巧妙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就我非常随机的跟他说题，他说2个字：止战。刀是砍头的、打仗的嘛，知了是生命的重生。他说我想了2个字：止战。你不可能答是对不对？这个含义在里头嘛，对吧？你可见这个背后是有含义的。好，我们循着这个思路，同样的一把商代的刀，必须出的玉的，啊，是不是也有一排花纹呢？看不见是吧？后边看得见吗？就是一排龙，这个龙叫鸟嘴龙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给我们一道题哈。玉器，它在刀背上做出那个这么个小齿啊哈，那小齿其实也是按照根据邓聪先生的研究呢，那也是那个也可能也是龙，那么底下就一排那个鸟嘴龙，它一定有一个设计有含义在里头，它不会就今天我并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，我确实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跟大家交换一下这个想法。就他做这个玉器的时候，做这把玉刀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含义在里头，这就是它的设计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接着设计。好了，这个设计呢是有解读的，为什么呢？大
大家看啊，我写这个字勾云纹，我写那么大，为什么？我们如果分析这张图片的时候，这张图片当然你们能想起我前面这张图片，能想起来啊？好，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啊，这是个老虎，这是一头象，然后这是个龙啊，这个人边上那个是龙，然后我分别打了几个箭头出来，它们都有一种纹饰叫勾云纹，这就有意思了。你见过大象身上长云吗？长云彩吗？不可能啊！大象我们见多了，哪个大象长云彩？你见过老虎身上长一朵云吗？不可能啊！你见过龙身上长云吗？也不可能。好，但是呢，商朝人把这个云彩啊，我们叫云纹呢，放到老虎身上，放到大象身上，